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们要介绍一本以耶鲁大学连续20年以上备受欢迎的讲座为基础的书籍，叫做《死亡是什么》。封面上这位看起来侃侃而谈的老先生，他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主题，但思考死亡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朝设定的目标逆向规划是很重要的。比如存款达到1亿日元，升职后不适应，希望有3个孩子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现在应该做些什么？这是一个普遍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尽管人生的目标设置因人而异，但有一个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终点，那就是死亡。这可能听起来不吉利，但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共同的挑战，很少有人会真正认真思考死亡这个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去讨论和思考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死亡这个话题太过强烈，会令人害怕，不想面对，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与山里先生一起深入思考一下，不要轻易对死亡感到恐惧，因为像松下幸之助、肯尼迪、孙正义这样取得巨大成功的伟人，往往在另一方面也有与死亡接触的经历。面对死亡，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而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存在。实际上，这本书解释了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线索。今天我将精选其中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几点进行分享。首先，第一点是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物，这是一个不用太害怕的观点。尽管这样说，了解死亡确实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害怕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了解到的东西不多，它是未知的。不过，但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山里老师一点也不犹豫，完全不是走弯路的人。他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毕竟，我们无法知道自己死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是吧？因为自己无法了解死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感到不知所措。”山里先生说了一句：“死后的世界很容易想象，并且总的来说，世界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那些名人去世时，我们的生活仍然会继续，就算我因感冒请假，公司仍然在持续运转，原本应该参加的会议也会有其他成员进行。即使我死了，世界也会继续转动，只是留下一点微妙的不适感。这就是我们死后的世界。确实，如果这样说，有些无法想象。不对，等等，世界和外部的事情都好说，但我的意识和身体状态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的内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此，山里先生坚称，首先，灵魂之类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人类有一些其他动物没有的特殊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死后只有人的意识形态可以作为灵魂存在在某个地方。这种想法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无论如何，可以简单理解为在没有梦的情况下睡着了，几乎是一样的状态。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你们身边可能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他继续说，人们很难失去自己的意识个性。你可能会觉得强烈的恐惧，但你在母亲的子宫里作为胎儿的时候，并没有个性或情感意识等任何东西。但你有没有感到害怕或经历过痛苦呢？更具体的说，就整个地球的历史而言，我们拥有意识个性和情感并生活在世界上的时间是多久呢？其实是很短暂的。这位老先生总结道，当谈到所谓感觉这个东西时，我们把这种感觉作为体验来看待，所以它并不是什么未知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周期的结束，而是胎儿在母亲子宫中的那段时间，是没有感觉和意识情感存在的时期，类似于小学生的青春期的第2阶段。它是什么呢？那只是一个人格不存在的时期，所以根本不可怕。这就是结论。第2点，为什么死亡是可怕的？作者一再强调，即使这样，大家仍然会觉得死是可怕的声音。是的，我也仍然感到害怕。他告诉我们，实际上死并不是未知的东西。即便如此，为什么我们仍然感到害怕呢？这是因为剥夺论可以解释。所谓剥夺是指被夺走的意思，是因为死亡剥夺了未来可能存在的愉悦、幸福和美好人生的体验。这个观点认为，人们害怕死亡并不是因为死亡本身是一种可怕的存在，而是因为死亡终结了个体可能享有的未来体验。相反的，比如有些人说，我都快100岁了，随时都可以死了。有一些老奶奶之类的人就存在着这样的说法。
这些老奶奶已经在人生中做了她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即使未来消失了，也没有太多被夺走的东西，不符合剥夺论，所以就不再害怕死亡了。死亡本身并不是强大的东西，但如果未来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被夺走的东西很多，就会感到害怕。第三点，从这个剥夺论中，我们可以得知另一件事，那就是作为人类这种生物，当未来变得更加令人期待和美好时，我们更愿意延长寿命。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未来将不再美好，就会产生对生命的不满和死亡的渴望。此书还涉及了自杀这个敏感的主题，探讨了人们对于生活困境和绝望时可能产生的自杀念头。对于普通的老人来说，如果谈到自杀，通常会觉得不妥，但作者却断言无法完全否定自杀。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幸的是，有些人的生活一直在变得更糟，比如患上晚期癌症，没有治愈的希望，痛苦一直折磨着他们，他们只是为了忍受这种痛苦而活着。对于这种状况，如果忽略了道德观点，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死去会更好。对于那些因为生活中的不幸而感到绝望的人，执意因为道德或规则而不允许他们死去，就好比让他们吃一块由泥巴做成的馅饼，这本来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就让他们吃吧。然而，正因如此，作者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多数自杀都是不合理的。例如，被恋人抛弃、大学入学考试或就业失败、被裁员等，这些事情确实可能让人感到失望，但这些并不能证明未来一直会变得更糟。与患有绝症等情况相比，这是完全不同的级别。只是当人们陷入这种困境时，你的视野就会变得狭窄，然后误以为未来的生活会一直变得更糟。这种误解导致了许多自杀事件，虽然不至于结束生命，但这种感觉我能理解。当发生对自己来说重大的错误或事件时，感觉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回想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常见。当处于困境中的人向你寻求建议时，作为一个提供建议的人，不应该从规则或道德的角度谴责自杀，而是应该告诉他们，虽然现在可能非常艰难，但未来是不可预料的，美好的事情可能随时发生。给予对未来可能性的认识，或许是提供建议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的看法。总的来说，死亡本身并不是一种可怕的存在，可怕的原因是因为人们还有许多未来想要实现的事情未完成。死亡只是一个期限，只是一个截止日期，所以并不需要害怕。虽然死亡确实会到来，但它无法改变我们当前的生活，也无法影响我们的目标，所以害怕和畏缩对我们来说是不值得的。让我们积极面对生命，将死亡视为一个简单的截止日期，并时刻保持对未来可能性的认识，将其转化为努力奋斗的动力。希望这期的视频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